在135片幅的底片相机里面，可以说有体积最小的一个特殊地位，同时也是已故的英国女王，就是伊丽莎白2世她的爱用相机哦。通常这种比较老一点的镜头或是手动镜，上面都会有一个叫做景深尺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菜菜，你不能再拍无限远了。我跟你讲，特写哦，可是我你这样往上还不是无限远？快点，来不及了啦！如果今天妈都是说，人家今天出来这个行程就是要跟飞机合照，你这样我不要给你钱了。如果估焦估不准的话，我们有一些比较土炮的方法。卷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写真浪漫旅，我是奇诺，我是翔。那今天我们频道来了一个新的来宾，我们的新伙伴，他叫做菜菜。菜菜，你也是一位人像摄影师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好，我是菜菜。然后目前的话都在拍人像居多，那以前有在拍风景，那目前的话就是后来都开始接触人像，所以现在就都在拍人像。之前没有玩过底片嘛？没有，比较少。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点啊，我不知道，如果是可能老台北人会比较熟悉啦。现在在台北市林有个地方叫儿童新乐园嘛，就是如果大家有来台北玩，这个应该是很知名的景点。那其实旧的儿童乐园呢，其实就是位于台北的圆山站2号出口附近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点。就是它大概是在1934年的那个时候，然后日本人就是在台湾建了一个，这是台湾唯一而且最早的公办公营的一个游乐园，那个时候叫做儿童游园地。然后它在1991年的时候就改建成就是台北市立儿童娱乐中心，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这边就收掉了，就改去那个现在在士林区那边的新儿童乐园。旧儿童乐园它的旧址，它现在就改建成圆山自然景观公园。那原本它在游乐园里面有一些残存下来的，像那个摩天轮和旋转木马，那现在都还是没有拆掉，就变成是已经没有在运作了，变成是一个让人家来可以拍照然后纪念的一个景点，还蛮经典的一个台北的旧景点。童年回忆。童年回忆吗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，他是翔的童年回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妈妈就是士林人，所以我们大概平均1个月只要有回来都会来这边至少玩1到2项游乐设施。所以你从士林然后再过来圆山这里。对，搭捷运过来，因为其实士林过来这边很近。我自己之前大学也是在那个台北捷运的红线啊，这边也蛮熟的，对啊，那今天就来到这么经典的一个地方啦。我们今天带来的相机也是一台很经典的，就是底片相机哦。在135片幅的底片相机里面，可以说有体积最小的一个特殊地位，同时也是已故的英国女王，就是伊丽莎白2世她的爱用相机哦。今天这台相机就是禄来35 SE。禄来35诞生于1966年，设计师海恩兹瓦斯克为了创造出一台体积非常小的相机，将释放快门的发条固定在机身上，快门帘则固定在镜组后方。拍摄前必须先旋转可伸缩的镜头将其伸出，让快门帘与发条装置结合，才能够顺利激发快门。反之，拍摄完后也需要过完片，才能把镜头缩回机身。以此独特设计，才造就了最迷你135相机的创举。而作为德国禄来公司的里程碑，禄来35毫不吝啬地搭载了蔡司出品的天赛 40AA f3.5 镜头。天赛镜头素有百年鹰眼的美誉，拥有极其锐利优异的成像。禄来35推出后，在市场上大受好评。由于蔡司制造了天赛镜片短缺，之后改为使用禄来 Mate 版本，并更名为禄来 35T。随后又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延伸版本。较为知名的有采用 Sonnar 结构镜头 f2.8， 并带有禄来 HFT 镀膜的禄来 35S， 新增电子仪表功能的 T1 和 S1， 以及功能简化版的 B35 和 C35， 各种特殊纪念版本更是百花齐放。像是英国女王手上的这台，就是华丽的金色版本禄来35 Gold。禄来35全系列为估焦设计，带有 CDS 测光功能。35、35T、35S 版本为机顶的指针式测光，只要红色指针对准白色指针即为曝光正常。T1 和 S1 则改为观景窗内 LED 灯号显示，闪上方红灯为过曝，下方红灯为欠曝，显示绿灯则是曝光正常。T1 和 S1 使用的测光电池型号是 PX27A， 目前已经停产了，较难取得，但也可以用 LR44 转接电池套筒替代。这系列的光圈、快门和 ISO 值都可以在机身上手动调整，给你满满的手动操作性。禄来35系列的生产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，
分别是德国时期、新加坡时期和后新加坡时期。在二手市场上，普遍认为德国时期生产的纯血版本品质更好，也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哦。那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它的禄来35 SE 这台相机它的装片。这台相机它跟一般的底片相机比较不一样，你可以看到基底这边有一个，它是一个栓锁啦。你把这个栓锁，它平常盖的时候，你这个背盖还是拆不开的，以防你不小心把你的底片就是曝光。想要把它背盖打开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先把这个拨杆往外这样拨出来，然后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把它这样滑出来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以它就是这面是上面来说，它的装片方式其实跟一般的底片是相反的，它底片常是在右边，所以我们要从右边把底片这样置入进去之后，把底片抽出来。我们今天带的底片是富士 HR400，对，就是一般的彩色负片。它跟多数的相机都刚好是反方向。对啊，这个缝装进去之后，好，我们要先来把它过片进去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过片个2、3次，让它的底片有吃进它的过片杆里面。我们就可以盖起来了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盖起来。然后这边就是记得再把它的这个就是栓锁再栓回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上片顺利完成。我原本这台有测光，但是因为我的电池就是它测光就是坏掉了，现在的状态是要手动测光，又要手动估焦。那我觉得今天如果同时要达成这2个任务，对我们今天新人有点太难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测光这件事情，我们会用手机 App 来辅助。所以今天主要是要让我们3位要来挑战一下，用估焦的方式怎么样拍摄。那大家就是一些新手听到估焦拍摄这件事，是不是觉得很困难？我想说，菜，你平常在拍数位应该没有在估焦这件事情了吧？没有。如果是你直觉想到，你用什么方式去确定你有准焦这件事？凭直觉。凭直觉。通常这种比较老一点的镜头或是手动镜，上面都会有一个叫做景深尺的东西。所谓的景深尺，就是在比较老的相机或是老镜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刻度指示啦。那现在看到上面这个橘色和浅黄色的数字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对焦距离嘛。上面橘色它是英尺，下面的是公尺。那下面看到这个有一个三角形和旁边有8和16的刻度，其实就是所谓的景深尺。今天假设我们今天把对焦距离设在三角形这个指示设在2，然后假如我们今天是用光圈8的状况下，大家知道光圈越小，你的景深范围会越广；光圈越大，景深范围就是会越窄。所以今天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对焦在2的时候，它旁边刻度的左右各会延伸出一个8和16，就是我们的光圈。所以当今天我们在光圈8的状况下，直线对照上来，它上面这个公尺的数字，其实大概等于说你的准焦的景深区域大概在1.7到2.5公尺的区域，代表说你现在当你用这个对焦距离的时候，在你面前的1.7到2.5公尺中间都是准焦的。那你看我们现在把光圈缩小到16之后，它范围就往外拓了。一样对焦是2公尺的状况下，再往前3公尺多一点点的距离到大概是1.4公尺，中间都会是准焦的。教大家一个超焦距的拍摄法好了，就是大家有没有常常用过那种即可拍啊？即可拍它就是通常会用一个很小的光圈，然后它就会在一定的距离以外都是清楚的。超焦距拍摄又被称为泛焦拍摄。那刚刚不是有教大家怎么用景深尺的概念吗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相机上面，如果我要拍到无限远，那我搭配的光圈，比如说我想要16好了，那我这样子对焦到一个无限远的距离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景深尺上面，大概是在距我相机5公尺的地方到我无限远的地方，只要在我光圈16的状况下，都会是准焦的。那你用这种方式，你就可以在路上盲拍了。假如你的相机它其实没有景深尺，那它就是估焦相机，要怎么样得到你的超焦距的那个距离呢？这个超焦距距离就是说，当你的相机达到这个对焦距离，它以外都会是准焦的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样的数值的话，你可以上一个网站 DOF Master 这个网站，它也适用于数位相机。但因为我们今天用底片相机，所以它这个相机型号这边我们可以切到35mm。比如说我们今天选一个28的焦段，好，我们光圈选个8，好，然后我们决定好我们现在我们的焦段和光圈跟被摄距离，我们按下计算，这个网站它就会直接帮你列出，你现在的到最远，你看都是 infinity， 就是无限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现在刚刚的这个光圈和被摄的对焦的距离数值的时候，我现在在2.2公尺以外都是准焦的，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个
hyperfocal distance， 这个就是说，当你对焦在这个距离以外都是准焦。去换算。它不是 app， 它是一个网站，你就可以去换算说你的相机的超焦距离是多少。好，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样子估焦的概念，然后让我们3个来挑战一下。我们今天就完全估焦状况下，看大家各自可以准焦几张呢？这应该有点挑战了。这个第一次用估焦，你是第一次用估焦吗？想？我不太算，因为半格也算。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写真浪漫旅是一个介绍底片摄影跟街拍散步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出发去拍摄吧。那我想要拍这个圆山这个旧儿童乐园，它门口这边有一个疏散门的牌子。你要拍门是不是？我在想要拍门还是？你们不能都拍那种超远的。你要在这个距离吗？这么远不用估焦吧？所以你需要用景深尺，还是你要直接不管了？你现在对无限远。我现在没有要推到无限远所以你要拍这个垃圾桶。对，我要拍这个垃圾桶，差不多要拍喽。好，3、2、1。就是这个，可是我不玩摩天轮，我都玩这边这一块地，这个隆起这块地是一个天旋地转，就是那种真的哦铁链，然后绑着一张椅子，然后旋转的那个东西。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。然后这一块地这边有这一块地，后面这个有树的这一块是碰碰车。对，这几个是我比较自己会玩的啦。先测个光，那我给它拍亮一点没关系，反正我就舍弃天空了。其实你现在这个距离已经可以无限远了吧？有可能。换我了。我觉得他这次得估焦一下了吧？是我吗？好了，我去拍一点不一样的视角。我跟你讲，菜菜，你不能再拍无限远了。我跟你讲，特写哦。可是我你这样往上还不是无限远？可是我想拍这个花你是要拍它那个透视感吗？刚刚他们2个都拍那个远景这样子，我决定来挑战一下近的啦。有时候我在拍的时候也不会一直去看景深尺啊，就是有时候拍一些真的比较特写的东西，我有时候会用另外一招是用臂展，因为人的一般成年男生臂展大概是70公分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利用那个身体感觉去换算一下。我可能现在要拍那个镜子攀爬的牌子，大概是2个手臂再多一点，所以大概会是1.5公尺，1/500。结果到时候自己拍出来都没有焦，就绕亏。3、2。什么？等下要让你当 model 了。不行，我现在要让你当 model。我最近已经人像拍太多了，我们要换我们的 Kino 大大来当人像摄影师了。请教我人像。毕竟上一集是我们 Kino 大大赢我，我现在已经变第2名了。那评比是 model 给的吗？真的是 model 给的啊！哦，真的是 model 给的。对啊，我有看啊，然后我在想说，那评比是我在想到底是你们用投票的方式还是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图给他自己评分的。那明明就写说是弱桥评的。对啊。我们之前2集都是人像 PK， 之后可能会做，像我们今天不就是准焦 PK 了吗？我们欢迎那个，所以我参加错那个单元没关系，我们还在比赛啊。今天输了要请下次那个大家吃饭。我们欢迎以下有兴趣的 model 都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哦，可以来当我们的底片摄影的模特，一起来享受底片的乐趣。以刚刚听到说的这个手的话是70嘛，然后像我们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用脚的话大概伸长，你这样子的话是大概是90，脚底板再拉直大概是1米，所以以我现在感觉我这边大概是2.5米多一点点啦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抓咯。我觉得菜下次会想说，以后就是拍傻瓜相机的集数再找他。这个真的太难了啦。好，那你想要拍一个怎么样的景？我想拍你跟后面那匹马。我在维持平衡。好，我要拍咯。来3、2、1。
刚刚说到这边，其实它就是圆山自然景观公园嘛，它这边有一个门啦，它进去就是有很多，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拍到那个摩天轮那些以外，上面还有很多可以逛的啦，有一些禅寺啊，然后有一些山景，那我们去上面晃一圈 ，Go！ 我要拍它的特写，我都挑难的，你们真的不能这个一直拍无限远的。我现在超难的，我要2.8，我几乎没办法用超焦距哦。3公尺，好，3公尺。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他给我一种，不是他给我一种，就是感觉平常是有水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知道，感觉会有水这样子。没有，但是这下面没有那个，所以不会有水。就是一个水池的造型，我很能理解，但他就这样放在这里，我有点不太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。你的那个目标是谁？这个。好，你想要拍出那个后面的景深感吗？对。所以差不多 ，OK。没有，到底在拍什么？昨日世界有值得拍吗？你要怎么要变观光客的照片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在问我？你不是摄影师吗？对啊。好，那你去跳拍好了。什么是跳拍？像那个超级玛丽。哇，那你最好用快一点的快门哦。那个啊，你是不是要跳起来？好，我们在这个昨日线来，3、2、1。那我也帮你拍一张直的好了。好。你刚刚指我的那个还不错就这样。虽然有点意味不明。3、2。我要拍这个城门啊，然后我想要偷懒一下用无限远。不然你要我飞上去是不是？这边的话，如果是阳光使用法则，哇，讲出专业名词哦。我们下一集再为大家做一集讲解。影片全攻略2。东门我们频道跟东门很有缘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东门。3、2。我是想要你有点平躺在这上面这样子，或者是你真的没办法平躺，至少上半身靠在这上面，对，然后很颓的感觉哦，对。但你脸要给我，好哦。2、3。所以它这个以前是游乐园的一部分吗？所谓娱乐世界，它就是会有一些传统的一些玩具，你知道，就例如铁圈啊。陀螺啊！我刚才说它这边那个城门啊，我们刚刚经过，它有点不是像是好像真的古城门的那种。因为我想说，它刚刚不是有那种方形凹凸吗？对，它很像是我们现代人想象出的那种城门的样子。然后我刚刚想说，这是以前他们这边以前是儿童娱乐世界的时候就有的，所以它可能是那种类似乐园造景吧。不要到时候我拍出来光比较准哦。2.2，不行。但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，快门不够快啦。我觉得很难，毕竟那么小的相机，就是很多随身小傻瓜，大概快门都不到1/1000啊。靠墙啊，然后给他拍个半身好了。性别刻板印象。1、2、3。那我现在来拍这2个诡异的娃娃。有时候你知道，就是那个如果估焦估不准的话，我们有一些比较土炮的方法。噔噔噔噔噔，卷尺。以后就是教大家说，如果不知道怎么估焦，直接拿你屁啊，你那个太长了。这样是2.7米，2.75哦，2.75，好，2.75多准啊！你这张如果没有测到，就是拍出来没有准，我真的笑爆这个张没测到，就是代表那个卷尺有问题了，我们要换一个卷尺了。好，2.75吗？好，我们现在从那个圆山自然景观公园的昨日世界下来，这边这个百亿广场，这边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那种以前的中式庭园啦。对。那现在它以前是乐园的一部分，现在也是已经废弃成一个很精密的地带了。那这一区以前早期就是一些比较可能复古的童玩，就是打陀螺啊，然后扯铃啊，或者是一些滚铁圈的一些东西。鲁班锁那种可以。对，鲁班锁，对，都在这一区。今天菜第一次来跟我们的参与拍摄啦，你要不要讲一下感想？就是今天第一次尝试底片，然后就用菇胶，有没有很好玩？
是蛮好玩，但真的蛮难的。要对焦段啊、距离啊，还有测光会有一定的概念的人来玩会比较有趣。他说今天很不有趣。对啊，很有趣啦，很有趣。你也太晚把这拿出来了。没有来过，然后这地点我真的没来过。然后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古色古香的，然后很像废墟。我之前也是只来过那个下面刚刚那个摩天轮那里啊。对，哇，这边就是真的很适合就是找 model 来外拍什么的。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很适合外拍的点，但我们今天只有3个鲁男。对我来说就是来回忆以前的地方啦。对，然后其实禄来35这一台相机是真的是我已经仰慕很久。我曾经也买过一台，可是因为它的一些快门反应的问题，我就后来就有跟卖家协商有退掉。有一次在相机店看到，我就真的爱上它，因为毕竟它真的是一个很小很轻巧。我觉得其实以摄影师来说，能够去拿到一个这么小台的机械式，你可以自己去操作的相机，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我觉得它是底片的浪漫的，就是你用以前就是用一些什么傻瓜机什么，就很想要。第一个是它那么小巧精致，它本身很像个艺术品，用这么小的机构里面集成所有的手动的操作，然后又小到可以放在口袋这样的机器。对，真的可以放在口袋。只以那个它的体积来说，虽然它是纯金属有点重，可是体积它应该是比那个现在那种 GR 还要小台的，比手机还要小台，比 iPhone 都还小台了。它35系列有很多啦，就是不管是35、35T、35S 都很推荐入手。对吧？35T 也是今天我们没有介绍到，我们这是35S 嘛，但 T 它也是一个很适合黑白摄影镜头非常锐利的一台机器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加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我们写在慢慢里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